為了參觀中國門窗博物館，差點把汽車的門窗都毀了，這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？最後總結的經驗教訓就是，開車遇到情況不明的積水，能繞行就繞行，不要有僥倖心理，不然你就會像我一樣，先是掉進泥水坑裡，費半天勁才用 S 檔爬出來，然後馬上就得去洗車，因為車已經濺滿泥點子了。最後雖然車洗乾淨了，但前面的漆磕掉了一塊，終歸還是造成了損失。事已至此，先看展吧。中國門窗博物館位於河北省高碑店市，级別是4A 級景區，且坐擁5000多件藏品。如果你去高碑店開善寺仿古，就可以順便逛逛這邊，湊出一天的行程來。当然，我掉的那個水坑就在這2個地方中間，各位一定要小心。以及今天又是穿日常款明制漢服，周末逛河北的一天。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逛逛这座体驗絕佳的中國門窗博物館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位於河北高碑店的中國門窗博物館，聽說過嗎？這地兒很冷門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。我是2026年7月自駕過去的，如果大門沒開，記得去小屋喊保安。現場的車位不多，但來這的遊客更少，所以車位絕對夠用。然後我們從遊客中心走進博物館，進去後看一下導覽圖，發現展廳只有1層，有1到2小時就能看完。博物館的畫風還是比較現代化的，頗有一種科技感。我們在續廳裡能看到很多古建築模型，其中包括著名的應縣木塔模型，還有按照漢墓名器復刻的陶倉樓以及甘藍式建築的模型。這都是對門窗的初步科普。現在我們進入第一篇章歷史之窗，並在這裡得知，最早的門就是穴居時代的洞穴口，在有了地上建築之後，便有了正經的門窗。對應的實物包括規矩之類的木工工藝，規矩一詞也是從工具上誕生的。然後進入古風古韻篇，這邊展出的是古風門窗，但不一定是古物。第一套展品是沙木門，上面寫着祝壽的畫，是典型的中式元素。然後又是一套楊木平門，它中間2扇的窗棂都是3焦6碗葵花紋，外側則是双焦4碗紋，中間腰板的位置則是琴棋書畫主題浮雕。然後是一組沙木為框，外加樟木雕花的花窗，上面的浮雕為多元素組合，包括博古紋、瑞獸走獸紋，還有花鳥卷草紋，而且都有吉祥寓意，花瓶代表平安，鹿代表鹿等等。下一組沙木花窗名為垂玉後坤，指的是主人希望把財產留給子孫後代。後一套是雕花的隔扇門板，上面的浮雕主題則是容易辨認的梅蘭竹菊。下面是一組巨大的屏風，上面用多幅不同的浮雕記錄了不同戲文中的人物。它這個像是閩粵潮汕一帶的戲曲畫風，至於具體是什麼戲，怕是得問南方朋友了。附近還展出了一處平房的板門，它前面放了一個大鐵驢，這是天津產的雙燕牌自行車，因為非常能載重而且堅固耐用，所以叫大鐵驢。這可是我們小時候的豪車，也是一個3口之家的重要財產。然後館內還展出了文字實窗，一般也是用符籙之類的吉祥字為主，然後還有一些不文字實窗，上面的鏤空雕刻五花八門，有人物、瑞獸和植物。另外還有唐草門窗，它這個紋路叫做唐草紋，也叫卷草紋，因盛行於唐代，所以得了唐草紋這個名字。此外還有一大堆華麗的琉璃窗，這些都是用上釉的琉璃花磚制作而成的。這類窗戶是不怕火的，而且能保證空氣對流，壞處是容易進蚊子。然後我們進入第2個篇章節能之窗，講的是新時代的窗戶。我的理解是，門窗密封好，夏天省空調，冬天省暖氣，這就是節能。現代的鋁合金窗戶就在密封性上比舊門窗邁進了一個台階，而且各位不難發現，近幾十年建造的所謂的中式庭院古風建築，10之8九都是輕式，特徵是擁有沉悶壓抑的配色和花紋，華貴精美且不討喜，也就春燈號這口，所以用不了多久，這些都會被市場淘汰掉。再往後是新一代鋁合金門窗的展示區，這個區域既然是營銷區域，那活就可以更細一點，至少要給每個門窗配上展牌，說清楚它們好在哪兒，價格多少，想買該聯繫誰。現在生意都不好做，但凡咱多努力一點，就多幾個人下單不是？看到遮陽系統時，發現有個放視頻的電視在播放砸百葉窗的場景，怪不得我剛一進來就聽見有地方在梆梆亂砸，
原来是在這兒砸呢。同時，這樣系統如果做到位了，也能減少建築能耗，直接節約空調的耗電量。同時，我還體驗了一把現场的隔热窗，窗戶後邊確實巨熱，而且一股子烤紅棗味兒，可見隔熱效果還挺厲害的。下面進入綠色建築篇，大前提是建築必須確保溫度不能過高或過低，否則人會不舒服；濕度也不能過高或過低，不然人的狀態會變差。同時，建築也要有效隔绝噪音，但很多老建築做不到以上幾點，這就會增加能量消耗。为了達成節能減排的大目標，官方會出台政策，要求各地升級改造老住房。現場講到的住房升級科技，大都是比較先進的，尚未大規模推進的那種，所以我也是半懂不懂的。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深入淺出地理解這些知識。最後我們進入未來之城，現場對未來之城的展望，也不過是進一步節能減排，讓建築更加環保。其實在近些年，很多人對環保這個事兒已經逐漸祛魅了，因為現在互聯網發達了，人們沒那麼容易被蒙蔽了。像國外的那些富豪，他們都是怎麼挥霍資源的，這已經不是秘密了。而且西方國家，他們到底是真心重視環保，還是想方設法的以環保為絞索去勒別人的脖子呢？我想大家心裡都是有數的。但更節能的未來住房還是很值得期待的。退一萬步講，哪怕每個月給我省50塊錢電費，這對我也是好處，不要白不要。說不定在 AI 高度發展的未來，人們對能源的利用率能進一步提升，那時的我們可能再也不用去操心水電的事情，從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享受生活這件事上。那樣的未來可太值得期待了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工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